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蓝同学脑洞工坊，我是蓝胖。不知不觉中呢，深冬已经来临了，不少的地区都经历了严寒的考验。一向嘴硬抗冻的年轻人们也都纷纷穿上了秋衣秋裤。那么对于各位的爱车来说，在这样严酷的低温环境下，自然也是要格外的注意，认真保养，不然一冬天过后就很容易落下什么难以解决的后遗症，严重的影响用车体验。那么冬天到底要如何保养汽车呢？需要额外多注意些什么呢？本期节目咱们就来讲讲正常的燃油车在冬天和严寒天气下的注意事项。首先是车辆的外观部分。一说起外观呢，我估计大家的第一反应都会是车身和漆面部分。确实，冬季的雨雪很多，对于车漆的保养也就显得尤为重要。车漆本身呢，如果长期的暴露在极端环境下，就很容易被氧化。再加上下雪时，积雪会常常堆积在车身之上，其中可能还会含有某些具有腐蚀性的酸或者碱性物质。因此，如果长时间被雪覆盖，车漆就会被侵蚀，严重时还会剥落。在这种情况下，我建议各位车主还是要经常清理一下积雪。北方的朋友们还要注意，冬天洗车之后呢，一定要擦干，否则一旦水滴在车辆上结冰了，那么漆面就很可能会破裂。此外，车漆镀膜或者打蜡也是很有效的保护漆面的方法。因为蜡有疏水性，雨雪不易在打过蜡、镀过膜的车身上堆积，因此就可以有效的预防漆面被雨雪腐蚀了。接下来就是车玻璃和雨刮器了。冬天时停在车库外的汽车，往往经过一个寒夜后，都会在玻璃上结成一层厚冰，将雨刮器冻得结结实实的。这种情况下，最好不要使用热水来解冻，因为瞬间产生的温差很有可能会导致车窗玻璃破裂，雨刮器变形。而且也不要尝试让雨刮器强行运作脱困，否则雨刮器电机会很容易被烧坏。那么这里我推荐的方法呢，是将车内的空调开至最高温度，并调整风向到吹玻璃除雾模式，等待热风将冰化开，雨刮器也就可以正常的使用了。下一个是车灯。冬季多雨雪，早上起来还常常会有雾气，因此灯光信号在冬季对于行车安全是尤为重要。特别是夜晚，再加上恶劣的天气，能见度极其差，外加上路面湿滑，开车的人呢心里往往也会很紧张。这个时候醒目的灯光信号就非常的重要了。除了能够使开车的人看清楚前方的道路、车辆和行人以外，还能使别的车辆也更加清晰地看到自己的位置，避免被他人追尾。因此在冬天来临时，要花点时间来确保自己车辆的所有车灯都工作正常，不亮的灯一定要尽快更换，并且如果有条件的话，那些没有坏掉但是不太亮的灯也要更换掉，增加冬季的行车安全性。最后是轮胎。制作轮胎所使用的橡胶，由于本身材料的性质的原因，会随着气温的降低而变得硬且更脆，摩擦系数呢也会降低。因此在冬天时要时常检查轮胎的情况，定时测量胎压，尽量避免使用补过一次以上的轮胎。有条件的话，也建议更换雪地胎来增加抓地力。此外，对于平时会把车停在外面过夜的车主来说，要尽量避免停在低洼的位置，否则如果夜晚有积水把轮胎和地面冻在一起的话，第二天启动车时一旦不注意，就很有可能会对轮胎带来严重的损伤。好了，说完了汽车外部的注意事项，接下来咱们来说说车内部分还有什么要多留意的。首先是车辆的冷却液。冷却液也常常被人们称为防冻液，其实这种叫法是不准确的，它完整的名称是防冻型冷却液。
冷却液是一种存在于发动机冷却系统中的液体，其作用呢是能够有效地抑制水垢的形成，防止水箱过热，对水箱呢提供长期的全面保护，为水泵、节温器等其他部件提供润滑作用。而防冻型冷却液的主要优点是能防止在寒冷冬季停车时冷却液结冰而胀裂发动机散热器和冷却液管路，因此冬天时一定要使用防冻型冷却液。尤其北方的冬天天气寒冷，很多时候的气温呢都低于0度。如果冷却系统中使用的是普通不防冻的冷却液，或者甚至有人会直接用自来水来代替，那就很容易在极寒的天气下结成冰，造成冷却系统故障，进而损伤发动机。据统计呢，由于冷却系统故障导致的发动机问题占到发动机故障总数的60%以上，是真正的发动机头号杀手。所以冬天来临时要注意检查汽车使用的冷却液是否是防冻类型的，并确认清楚冰点是多少度。如果冷却液的液面位置低于标定刻度太多，也要及时的添加同型号的冷却液，尽量避免混加，更不要直接加水。接下来是玻璃水。即便雨刮器和喷水系统在冬季的使用量会明显减少，但是也不能忽视，尤其是在北方地区。和防冻液相同，虽然在夏季能用自来水来代替，但在冬季这些替代品就有可能会结冰，影响正常使用。如果灌得太满，还有可能会胀裂出水罐。因此在冬季时呢，也应当更换抗冻的冬季玻璃水，或者呢在玻璃水中加入适当比例的酒精，也可以达到降低冰点、抗冻的作用。再来说机油。众所周知呢，汽车的机油具有润滑、冷却和清洁这3大功用。但在温度较低的冬天，冷车启动时，机油常常会出现过于粘稠的现象，从而会影响车辆的启动，还会增加内部零件的磨损。因此冬季要常检查机油的油量和状态。如果之前选用的是10W 开头的夏季机油，更要及时的替换为适合冬天的优质全合成机油。目前市面主流的 0W 或者 5W 开头的全合成机油已经能够应付大多数地区的冬季寒冷天气了。最后是电瓶。现代汽车的电瓶对温度的变化是非常敏感的，在低温环境下，汽车蓄电时的容量和性能表现都要比常温时低得多。虽然现在的电瓶都说是免维护的，但是在寒冷的季节来临之前，也应当清洁电瓶的接线柱，并涂上专用的油脂加以保护，避免锈蚀，并延长电瓶的寿命。如果提前知道车辆要在户外停放较长的时间，就最好能够拆下电瓶的接头，或者存放于较为温暖的房间内，以防电瓶由于低温亏电过度而损坏。那么说完了汽车本身的问题，咱们还需要再多提一下车主在冬季用车时需要注意的一些习惯性问题。首先，热车和慢加速。早年间很多人都在大力鼓吹热车的必要性，然而经过这些年汽车技术的发展，现在大家也都基本能认识到了，长时间的原地热车其实是会对汽车带来损伤的。不过在冬季非常寒冷的时候，启动车就直接开走也并不可取。冬季用车还是建议在启动之后稍微等个30秒左右时间，待发动机转速下降一点之后再低速起步，千万不要直接就大脚油门轰起来，而是应该等水温开始上升之后呢，再逐步的加速。这样操作的主要原因也是咱们刚刚提过的机油问题，在寒冷的温度下，机油粘度会变大，流动性差，如果此时急加速，就很可能会对发动机的内部造成比较大的磨损。因此还是建议等发动机温度上升到标准温度时再加速。此外，准备一块备用的电源或者搭电宝还是很有必要的。目前正规渠道售卖的搭电宝已经能够为绝大多数的家用车提供搭电所需的能源。在冬季天气情况复杂的状态下，保不齐哪一次你的车载电瓶就不好用了。在冰天雪地的环境中，如果汽车打不着火，可是真的要绝望到崩溃了。
这时一块备用电源简直就是救命神器了价钱也不贵，因此建议大家还是在车里要常备上一块，以备不时之需。好了，以上这些就是我给大家总结出来的冬季用车时要特别注意的一些项目。如果大家还有要补充和讨论的，也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分享一下。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大家喜欢这期节目的话，不要忘记点赞、转发、评论以及订阅。我是蓝胖，我们下期节目再见。